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如何从宝塔和 OnePanel 备份数据迁移到 LDNMP 上。什么好处呢？可以享受更新的环境，性能调优可能更激进，也不会被一些面板拖慢节奏，还能保证一些安全强度。所以我现在的这么多站点，自己在用的站点呢，全部都在 LDNMP 的环境下。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已经迁移过来了，让宝塔和 OnePanel 的小伙伴也来感受一下这个架构的优势。所以我1年多前还在用宝塔，我是拿苹果 CMS 做的一个例子，当时把这个站的数据库和网站源码数据全部备份了，就拿1年前的这个数据，我们来把它还原到 LDNMP 上。首先开一台 VPS， 我这个方案呢还有点好处，就是别人溯源你的 IP 很难，因为我们带自签证书了，他除非花更多的时间溯源你的原始IP DDoS 你，除此之外呢，它只能打在 CF 上，打在 CF 上就意味着这个网站很难被打垮，躺平就是5秒盾的状态。你现在要用一下科技蓝的脚本进行使用，选择 Y。我们看一下机器性能，1核的2G 的内存就摁10，选择1，安装完整环境，这个是全自动的。我只是拿苹果 CMS 做例子。那有些小伙伴呢，他可能搭的是其他的网站，只要你是 PHP 的网站，问题都不大。大家用任何的 Linux 系统都可以啊，主流的都可以啊 ，Line 的这个脚本都是通吃的。看到我今天用 Rocket Linux， 你的大变无斑图啊，这些机器是不是用不了啊？你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所有的环节打通，让你感觉我就是在用 Linux， 而不是用某一些发行版。如何在宝塔里头备份你的网站和数据库，你就看我这期视频就可以。到时候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我的本期视频的链接下面。部署 Docker， 我们的 LDNMP 就已经开始构建。它现在是在安装 PHP 的扩展，现在能看到 Nginx、MySQL、PHP、Redis 它们都显示了对应各自的版本号，那就表明我们安装成功了。20这个功能了，自定义动态站点，告诉你要把你的域名解析到这个 IP 上。我们来 Cloudflare 里头找一个域名，我们选择 DNS， 添加一个域名，复制这个 IP 粘贴到这里头。开启小黄云，点击开启的话，那我们就在 CDN 的保护下啊，就会更安全。域名输进来，我们点击回车，让它申请证书。好，申请好证书以后呢，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啊，我们就可以上传我们的源码。你可以手动拖到 Home 这个目录下，这个 Web HTML 域名的目录就已经创建了。我们把源码放到这里面，是 zip 包。如果你说你是网上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源码点击一下，我们点击右键啊，复制它的下载地址。我们先复制在浏览器的这个地方，我们回车一下，看能不能正常下载。可以正常下载的，这个地址就是有效的。回到我们的终端，右键把刚才的地址复制进来啊，后缀是带 zip 的，回车。它就开始给我们进行下载了。下载以后，它就自动解压，并且会告诉我们这个目录下的 index 的这个 PHP 它在哪里。它在根目录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复制一下，粘贴在后面。这个呢是保证我们 Nginx 的路径匹配。回车。好，接下来 PHP 的版本我们选择2啊 ，PHP 7.4，因为有些老的源码呢，从宝塔那边基本上大家主流在用的都是7.4。回车。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装扩展，这些是已经安装的扩展。如果还想装扩展的话，在这边输入扩展的名称，你去下载对应的扩展。我没有的话呢，我就直接回车就可以了。好，这一步呢是我们要再检查一下我们的 Nginx 的配置啊，我们用 Nano 来检查，因为苹果 CMS 的它的伪静态是不一样的，这个是 WordPress 的伪静态，需要把它删掉。对，我们找到是一个这样的伪静态，我们右键复制一下它。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到你自己的宝塔或者 OnePanel 那边，当时配的时候怎么配的，你可以把那个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替换一下啊，我们把对应的空格要加上。好，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保存了。Ctrl X Y 回车啊，保存以后呢，那最后一步也是我们还原的重要环节。如果你现在是迁移过来的，那你就选择第2个。我是老站，回车一下。老站应该是 GZ 包，这边呢数据库点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一个 circle， 我们右键依然把它这个地址复制一下，也粘贴进来，回车。好，这个是我们的数据库，你就自动导入啊。导入成功以后呢，我们这个站就算创建好了。这些东西呢，大家一定要保存一下，待会儿我们会去用。现在点击这个网站，说你的数据库没有匹配对上。我们不是刚才模拟下载了一个源码吗？把它解压一下，就解压到当前目录啊。我们右键它，把这个更多打开。这边呢，我们用 VS Code 打开啊。如果你没 VS Code， 用类似方法。我们目的是找到我们需要替换的数据库的信息，搜你之前的数据库名啊，在这儿。我这边呢是在这个文件，是我的数据库名，这个是我的数据库用户名，这个是密码。我们需要把这个改掉，先把这个改成 MyCircle。数据库呢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数据库名复制一下，用户名、密码放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改的是这样的一个目录，我们右键，我们看它在哪里，在资源中显示，它是在这个目录下，然后来到了我们的服务器。那我们先刷新一下吧，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修改的这个文件拖进来，这样的我们的数据库就是用我们新的了啊。这边我们再访问网页，貌似就正常了。完了，这个站点的路径我给忘了。OK， 那我这边的入口文件是 ADMIN1， 我们需要在这边选择6，输入你这个域名。这个伪金泰这边可能新版本跟旧版本有点不太一样，没办法，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一行专门针对我这个入口文件的，像我这样的访问后台了。这个账号密码我不太记得了。我看一下他这边怎么搞的 ，ADMIN123，老视频在还是有一定好处的。登录 ，OK， 成功了。不知道它更新会不会报错，这个密码有点弱了，在线升级，估计版本太旧了，已经更新到最新的苹果 CMS， 这个站就可以直接用了。这些域名改掉，这个是我老域名，我的 TK 域名已经废了。以前用宝塔用的很嗨。好了，这边呢我就改成自己的，点击保存。这就是迁移站点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现在的话，那你就可以接 Lion 的优化和防御了。比方说36，我们选择高性能模式，你的机器性能你就可以去配置起来。我们再可以看一下35，上防御，可以上我们的 FireTrueBan 的动态防御。我们呢可以对接 Cloudflare， 这个在我之前的视频都跟大家讲过的。如果你开小云朵了，那你还可以去开这个高负载5秒盾，超过了你 CPU 的负荷，自动开盾啊，这些功能你都可以去用到。顺带还能帮你拦截 SSH 端口上的暴力破解，可以给大家看，因为我们之前是买 Circle 5.7， 我现在直接用到 9.0 了。我们看视频能放吗？这些视频都已经放不了了，这是很旧的源了。像这种采集站，它的更新换代应该是比较频繁的。没想到1年前的视频的数据，我现在还能用得上。时空的一个交汇吧，非常梦幻。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将宝塔的网站和 OnePanel 的网站迁移到 LDNMP 的环境下，欢迎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